我看你那个视频里头还有一家是，还有一家在前面，也是这岛啊，也是这，距离这里没有多远。那咱们咋开车过去？现在开车过去。开车过去啊，对对对，好，行，好，还是能看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带大哥去看一下这座小岛上的房子。其实啊，前几天我也来过这边，在底下呢还发现了一栋闲置的木房呢。房子的周边啊都是这样的小竹林，这个在我们当地呢叫做山竹，很小一根，但是口感很好啊。下次呢过来采一点。其实这边呢也是可以修路的。哦，啊，我也是说啊，这边也可以通车过来，车子可以沿着这边走。哦，对，看这门口的位置啊，这么近吧？这是一棵枇杷树，对，已经结了果子了。枇杷呢是冬天开花，开春了之后马上结果子，大概4月份左右就可以吃枇杷了。像这个要重新嫁接或者给它砍掉，重新再种，没怎么管理了这个。这里呢是一些菜地，那里过去呢是以前那个关羊的养羊的一个羊圈。哎呀，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啊，整个院坝这块呢。做了一个小小的硬化，将近有70、80平左右，水泥的硬化。然后这是一栋3开间的砖房。老规矩啊，看房子之前还是看门前的一个环境。这边呢种的有些菜，用竹子啊做了一个篱笆，然后里面种一些蔬菜。房子呢建在3面环水的小岛之上，所以呢整个这块呢在屋门口的位置做一个铁门，整个小岛啊就是他们家的了。是不是非常的僻静呢？因为去年给大家分享过这栋房子大概的一个情况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拍视频呢，只是看了一个大概的样子吧。然后依然是中间2道木门是堂屋的位置，两边呢分别都有卧室。房子盖的呢是本地的青瓦，前部分呢它是给它整体的加宽了一点点。相当于从这边挑手加宽了一点点，把这个屋檐呢全部给盖起来了。主人家呢长时间是没在这边住的，到城里面带着孙子读书，在城里面呢也有了房子，所以这栋房子呢基本上就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了。然后我们可以走到侧面来看一下，底下也是一个比较深的水沟吧。平时呢千津公路流的水。公路上的水会顺着这个水沟流到幽水河里面，然后这边啊，距离县城将近有26公里，距离镇上啊有12公里。如果自己没车的话，从这边步行大概100米左右就可以到千津公路的边上，从那里呢有公交车直接可以搭往县城或者到镇上的。这底下呢也是他们家修建的一个猪圈，用砖砌的。然后里面呢也是有一个旱厕，盖的呢也是本地的青瓦。看整个这底下呢都是他们家的地，也是种了一些橘子。看得出啊，大哥非常喜欢这栋房子周边的环境。他一进院子之后啊，到处去看了，然后呢前后后都在绕，都在看。我呢就不打扰他，让他自己去欣赏一下风景。然后呢。他如果是真的特别喜欢的话，我们再和主人家面对面的去谈一下这栋房子大概的一个情况。我们还是继续来到房子的这个侧面来看一下。实际上，我想给大家看的呢，就是这栋房子可以扩建的位置。比如说这块啊，将近是有3米的一个宽度，然后呢，整个进深可以延伸到这块。其实我在想啊，如果是把这栋房子租下或者买下的话，在这里呢修一个厢房出来，给它做一个茶室，因为这边呢更靠近河面，我觉得倒是挺不错的。或者呢，在这里修一个现代化一点的卫生间也是挺好，还有厨房
都是挺不错的。这栋房子呢，占地面积将近是2到3千平左右，很宽，周边的地啊是非常宽，可以种菜，可以种花花草草，甚至于呢，在整个院子里面还可以养点鸡鸭。其实一年啊，在这边的生活成本是非常低的。当然呢，整个村子这边是没有稻田，所以呢是没办法种稻谷的。去城里面买点米嘛，其他的蔬菜还有鸡鸭、牛羊都可以自己养，对不对？这底下去看，这个有一餐了，嘿嘿嘿。咱们头一个看的那个啊，那个外边还有块地什么的，那些地方能做弄个停车场也可以哈。可以弄啊，这个没问题的。哎，这个院子也挺好的，但是呢，这是2户人家的，在旁边呢是另外一个邻居家的。是啊，你先看一下这栋房子吧。大家还记得吧？这栋房子呢是小胖的姨父家。在年前的时候啊，我们是带了一个礼盒来到这边看房子。当时呢，他的姨父没在家，我们是通过电话，然后找到他姨父商量了一个大概的情况。看今天过来，依然是没有在家。他的姨父呢是外出务工了，很勤快的一个老人。然后这边呢种了很多蔬菜。平时呢都不要到城里面去买菜的。这样的一个院子啊，非常的僻静，环境啊也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这也是一栋3开间的砖房，大门的位置呢是2扇木门，两边都是卧室。房子的进深啊，将近是有8到9米左右。这栋房子啊，距离县城啊也是26公里，距离镇上有12公里。和上个视频啊，我们在北京的那个一个大哥，我们看了那个三面环水那栋房子啊，相隔很近，将近也就3到400米左右，也是独门独院的房子。然后这栋房子呢，它的上方有一处老宅基地，这是邻居家的，他姨父家呢就是底下的这一块。上面的那栋房子啊，已经是拆掉了，只剩下了一些砖墙的轮廓。再过去呢，就是有水河的整个河面了。环境啊，真的还是挺不错。在门口的位置呢，种了一些柚子，还有枇杷树。整个外面的视线呢，都被这些灌木丛还有这些乔木啊挡住了。在这边居住的话，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把门前的这些灌木丛啊清理一下，然后呢，人坐在院子可以看到河面，那整个人的心情呢就舒畅了许多。整个院子呢也是做上了一个水泥的硬化，将近呢是有80到90个平方左右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整栋房子大概的一个情况。平时呢进出就是从大门这里进入的，然后从大门的两边呢都留有房门进入卧室里面。这栋房子呢顶上盖的也是蓝颜色的琉璃瓦，整个外墙呢是做了一个粉刷砖结构的房屋，整个楼层高度啊将近是有3.5米左右。房子呢，据小胖给我说的，里面是有4个房间，加上一个客厅，还有厨房，可利用的空间呢都还是挺宽的。基本上农村的生活，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应该是完全够了的。这边呢通水通电，喝的呢也都是山里面的这个自来水，还有山泉水。用电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，因为底下的有水河，再过去不远呢就有一处水电站，在那边呢是有座水坝的，所以这边的用电还有电量也是非常充足的。还有我也在想，这栋房子啊，实际上距离千青公路是很近，也就15到20米左右。然后呢，从公路上来是一个斜坡，把这条路啊稍微的修一下，车子呢是可以开到院子里面的。然后这一块呢是一个菜地，如果把这里呢给它做一个硬化，就可以停车了。旁边这户邻居的这个宅基地呢，可以给它租下来，然后呢
给它清理出来，那边种菜可能会更好一些。甚至于我还在想啊，在房子的左侧，在这个位置留了一个停车的区域，然后这边呢再用一个将近宽约4米左右的一个开间，再修一个厢房，那整栋房子的使用面积又会更宽了，是不是呢？刚刚啊在这里看了房子，大哥呢也提出他自己的一些小意见。他说啊，这栋房子各方面都挺好的，3面环水，环境呢也是非常不错，又特别的僻静，距离马路呢有那么远。他最后转了转，看了一圈，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啊，这栋房子的这个右手边方向，也就是靠近幽水河的边上，那里有座坟墓。他说啊，这座坟墓在这里不太好，如果没有这座坟墓的话，那可能整个这一块呢就比较完美了。看，其实从镜头里面都看得到，确实也是如此。像这样的坟墓呢是不可能搬迁的，因为呢这么久以来它一直都是在这里的。那其实房子呢还是要实地来看，通过视频里面还是有一点点偏差，对不对啊？我记得当时我拍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一飞航拍，大家也说风景是非常非常的美。就像北京的大哥说，他说啊，湘西的环境实在太美了，还是要实地过来看一看，不虚此行啊，开车几千公里，这一趟啊，他说很值得。那大家喜欢这样农村的生活吗？是否呢也想像这个大哥一样，在农村找出僻静的房子，过上隐居养老的生活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告诉石头哦。那这期就为大家拍到这里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